江宗主深觉此事不足为奇，无论何事，丢脸的还是长脸的，魏无羡都能做得出来，不过发呆傻笑而已，当真不足为奇。正比是金子轩金少宗主大惊小怪，没见过世面。江宗主又顺着魏无羡发呆的目光看到了蓝忘机、江澄，单一个魏无羡确实没什么好奇怪的，可旁边再加上一个蓝忘机，效果便不大对劲儿了。只见曾经在战场之上叱咤风云的魏公子，一手支着头，漂亮的桃花眼眯了起来，发花痴一般盯着韩光君一张俊雅的脸，嘴角还带着意味不明的笑。而蓝忘机则依旧如往日那般端坐，可若细看，还是可发现此人身形僵硬，从鬓发两侧探出的耳朵更是通红不已。虽说如此，蓝忘机却并未拒绝。这方面经验相当之少的江宗主莫名读出了些欲拒还迎的感觉，而旁边已经完全僵住的金少宗主感触却更为深刻。魏无羡盯着蓝忘机那张脸，只觉看得人心里发痒，愈发觉得这小古板的样貌当真算得上绝世，竟能生得如此精致，往后只能与自己睡，是不是委屈他了？正出神，旁边实在看不下去的江宗主终于开口：“魏无羡，擦擦口水。”魏无羡，江澄道口水都快流到岸上了，赶紧擦干净，别再给我丢人了。魏无羡闻言伸出衣袖往唇角抹了抹，果然感受到几分达湿达意，他再度抬手往脸上擦了一把，面不改色道：“不就一点口水吗？江澄，你看看你自己多小气。”江宗主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：“我小气？”魏无羡接着道：“蓝战生的好看，口水吗？流就流了，管那么多做甚？”江澄竟被他这番言论对到无法反驳，半晌过后，默默给自己倒了杯茶平复心情，心中绕了数个弯子，再结合前夜自己所观所闻所感，面色复杂道：“你们当真睡出感情来了？”旁边同样欲喝茶缓解尴尬的金子轩干脆一杯茶兑到了脸上，惊恐地望向江澄，不知这位江宗主知不知道自己方才说了什么可怕的东西。魏无羡认真思考了一番，想着自己暂时与蓝忘机关系确实是极差的，见面数次，每每不欢而散，直到蓝忘机开始每夜掉落在自己床榻上以后，两人关系才算缓和，再到如今交好，达到确实如此。江宗主淡定的喝茶，如此便说得通了。金子轩叫道：“江。”魏无羡没有理会即将说话的某人，同样喝茶点头。如此看来，多在一起睡一睡，果然可以促进感情。蓝忘机、金子轩问道：“你们可知，你们自己在说些什么？”魏无羡瞪眼：“关你屁事。”江澄也没有要答话的意思。金子轩望着对面那两人，面色愈发怪异了。虽说他知江澄与魏无羡所说并非他所想，可听这话里的意思，还是睡答过答了吧。虽然此睡非彼睡，蓝忘机虽说金子轩之云梦二人所说之睡单纯无比，可虽然是此睡，但放在韩光君与魏无羡身上也是极为可怕的。他抬眸再往对面望去，只见方才对他凶神恶煞的魏无羡此时正缠着韩光君，嘴角带笑，兴奋地与他说着什么。而蓝忘机虽然看似如往日一般话少，却也只是看似话少，对旁边那人有问必答，即便那人不问，隔了几句也必会点头之声，许是有魏无羡相衬，因此显得话少吧。大门口那一幕重现，金子轩正想着，却突然与蓝忘机对上视线，方才对着魏无羡还似乎是温柔的目光，到了他这儿瞬间冷淡，并非他过度解读，只是再细细看去，确实带着些斥责，是斥责的意味吧。金子轩百思不得其解，斥责什么？他又不会觊觎魏无羡。思，觊觎二字一出，金子轩顿悟了，他暗搓搓的再去瞟对面粘在一起的两人。蓝忘机那些个反应给人的感觉，应当是可以归为小心翼翼的讨好与纵容一类的，这似乎与他如今对江厌离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再看看魏无羡那边，依旧呲着牙咧着嘴，翘着个二郎腿，笑得没心没肺，仿佛完全不知情的样子。金子轩嘴角上扬，咧开了一个幸灾乐祸的弧度，瞧瞧这韩光君与魏无羡，多像当初的江厌离与他，如今他便在这儿乖乖等着，等魏无羡落得如他一般的下场，并会在旁边好好嘲笑他一番。江澄、江婉、银江宗主此时盯着金子轩，也陷入了沉思。
方才与魏无羡讲完话，他便找金子轩欲再议方才之事。只是那只孔雀盯着对面最近闹事的两人不动了，且表情精彩至极，堪称一绝。他戳戳金子轩，金子轩没反应，再戳戳金子轩，金子轩依旧没有反应。江宗主忍不下去了，此刻被气到什么家教礼仪全都不顾，一巴掌呼到了金子轩背上，将他打得险些背过气去。金子轩咳了一阵才堪缓过来，怒道：江婉银，你作甚？江澄冷笑一声：我作甚？你盯着对面那俩这一脸恶心摆出那一脸恶达心的表情作甚？此刻不止江澄了，饭厅之内三个人的目光齐齐放在金子轩身上，将他盯出一身的冷汗。金少宗主在此间的压力剧增。